说起插秧机，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南方水田，踩着泥水插秧种地。但谁能想到，它现在彻底打破刻板印象，直接空降戈壁大漠，在漫天黄沙里疯狂插秧种树。2026年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，国产巨蟒301治沙机器人正式上岗，5秒一株，24小时连轴工作。网友还给它起了个特别接地气的外号——沙漠专属插秧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说实话，早些年国内治沙纯是靠普通人的肉身硬扛风沙，所谓的治沙 1.0 时代根本没有任何科技可言，说白了就是堆人力拼耐力。库布齐、毛乌素、浑善达克这些鼎鼎大名的沙漠沙地，老一辈治沙人守了一辈子。那时候没有机械，没有智能设备，固沙、插草、栽苗、护林，所有脏活累活全靠一双手、一把铁锹硬撑。沙漠的苦，没去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到。盛夏沙地温度轻松飙到45度以上，黄沙大风天天在线肆虐，治沙工人一整天弓着腰，在松软的流沙里插麦草、种沙柳、栽梭梭，重复着上千遍枯燥的动作，而且人工治沙的短板真的多到数不过来。沙丘踩上去就容易塌，暴晒高温天气，中暑脱水都是家常便饭。一个工人拼尽全力干满一整天，顶天也就种20来株苗。更离谱的是，人工种树全凭手感经验，栽深栽浅全看心情，浇水还得人工长途搬运。也正因如此，以前沙漠苗木成活率常年卡在60%，大半心血都白白浪费了。多少治沙老人一辈子就守着一片黄沙，几十年日复一日弯腰种树，硬生生熬出了一身腰腿劳损，手上满是老茧。靠人力治沙，速度慢，成本高，见效慢，一片荒漠变绿洲，往往要耗掉几代人的青春。这种拿肉身对抗风沙的原始模式足足撑了70多年，直到2026年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，一段拍摄于内蒙古各大沙漠的实景视频在全网传播。视频中是国产巨蟒301智能治沙机器人，它搭载北斗导航和视觉识别系统，全程不用人跟车，不用人操控，纯无人驾驶作业。开沟、放苗、覆土、压实、浇水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全程稳定5秒一株，这手速最熟练的老治沙人看了都得直呼离谱。而且它19分钟就能种完1亩沙地，每小时稳定栽种2000株绿植，效率直接达到了人工的80倍，这差距说是降维打击，真的一点不夸张。不止如此，它还自带3吨超大储水箱，不用千里迢迢运淡水，直接就地取用沙漠苦咸水灌溉，一次能装1700株苗木，而且巨省油，1亩地仅耗2.1升油，对比纯人工，整体治沙成本直接砍了40%，省钱又省力。最变态的是它的环境适应能力，人类比不了半点。它的特制履带能轻松征服30度陡坡沙丘，不管是烈日暴晒还是狂风扬沙，全天候正常开工，根本不带停工的。到了晚上也不用休息，靠精准定位，自主规划路线，避开流沙深坑，24小时不停深耕沙漠。那些风沙大、风险高、人类不敢踏足的沙漠腹地，对它来说就是日常作业场地。你以为这就没了？中国可根本不玩单打独斗，所以直接凑齐了一整套智能治沙军团，吞沙固沙车、智能铺沙杖机、大载重无人机全员就位，打造出空地联动的机械化作业体系。沙漠腹地物资运不进去根本不是问题，无人机直接高空空投草杆、树苗，可降解沙漠材料，省去人工徒步搬运的所有麻烦。地面机器人专心种树，配套机械同步铺设固沙网格，锁死流沙，多设备同步开工。以前要几年才能搞定的绿化工程，现在短短几个月就能完美收官。为了把治沙玩到极致，国内还安排上了临机云调度系统，依托物联网，所有治沙设备的位置、能耗、作业进度实时同步后台，工作人员坐在监控室吹着空调，就能全盘掌控所有作业情况。设备缺油、片区进度滞后，系统自动预警，全程高效管控。
除此之外，专属智杀 AI 大模型已经进入调试阶段，直接给智杀装上了顶配智能大脑。以前种什么树、沙场怎么铺、沙丘往哪儿移，全靠老智杀人几十年的经验预判，难免有偏差、有失误。现在 AI 直接整合沙地湿度、常年风向、降水数据，精准算出最优方案，规划最短作业路线。智杀正是从老人凭经验变成 AI 算数据，搭配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平台、卫星、无人机、传感器全方位监测，荒漠化识别准确率超 95%， 树苗缺水、植被受损，第一时间就能发现处置。当然，智能化升级不只是快，成活率也直接拉满，机器人栽种深度标准统一，浇水保墒精准到位，苗木存活率从人工的 60% 飙升到 85% 以上，彻底告别了种得多活得少的尴尬。看看现在的智杀效率有多离谱，内蒙古鄂尔多斯落地了2500多台套智能智杀设备，5台机器人组成的小队一天就能绿化400亩沙地。过去需要120个工人全天连轴转的工作量，现在几个人远程操控就轻松搞定。库布齐200台机器人组队作业，30天就能绿化8000亩沙漠。放在以前，这是实打实的数年工程，现在几十天就能完成，放在10几年前，谁敢信？当然，科技智杀从来不是否定老一辈的付出，相反，这是最动人的代际接力。老一辈智杀人用血肉之躯，在漫天黄沙里硬生生拼出了绿色根基，守住了国土防线。现在的智能机器人接过了这根接力棒，让后辈再也不用靠肉身硬扛风沙。效果也是肉眼可见，库布齐420公里锁边林带成型后，沙尘暴频次直接暴跌90%，黄河入黄泥沙量大幅锐减，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，如今恢复了上千种动植物，沙漠生态彻底活了过来。以前智杀拼毅力、拼体力、拼苦熬，现在智杀拼科技、拼制造、拼创新。一代人吃尽风沙苦头，筑牢绿色根基；一代人依托科技 buff， 加速荒漠新生。荒漠变绿洲不再需要耗费几代人的漫长时光。这套中国独有的智能智杀体系，就是中国写给世界的完美答卷。中国智杀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成绩，没想到西方媒体却坐不住了。5月3日，英国 BBC 一篇报道直接把很多网友给气笑了。他设置了一个话题：人们应当把沙漠变成绿洲吗？矛头直指中国智杀成就。BBC 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表示根据最新的环保科学研究显示，在沙漠植树造林可能会对地球环境产生负面作用。说实话，这段话已经超出了不少网友的正常认知边界。任何了解中国智杀历程的人都清楚，中国沙漠治理从来都不是盲目改造，而是基于自然生态现状摸索形成的科学修复模式。但 BBC 刻意抹去中国智杀的客观成果，为黑而黑，满脸写着不高兴。其实在去年，当 BBC 得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完成消息后，他就受不了了，还居心叵测地配了一张非洲小孩抱着树苗的照片，仿佛非洲环境问题跟中国智杀有关联一样。BBC 先夸中国10年森林增量全球第一，但转头又是那句台词：代价是什么？这哪里是在探讨智杀？他们在意的只是谁在治理沙漠，谁在优化环境，看人下菜，随时双标。那为什么西方总是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？因为他们想要轻轻松松地掌握话语权。西方设置环保议题，设立环保奖项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定义世界各地的环保工作是对是错。反过来，其他国家的环保工作就需要得到他们的肯定，否则你的成就便不是成就。BBC 干的就是这种活，凡是中国能做到，而西方做不到的，他们就必须黑一下，无论从什么角度。其他领域也一样。据《金融时报》3月26日报道，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将中国风力涡轮机排除在苏格兰海上风电项目之外。拒绝俄罗斯能源，中国绿色能源设备又不能采购，大英帝国打算用爱发电吗？正常人理解不了中国风电怎么就威胁英国国家安全了，同样也理解不了中国智杀怎么就破坏全球生态了。电动汽车也是如此，刚开始西方认为自己技术水平吃定中国，迫不及待地推出了零排放目标，利用手里的环保话语权要收割全球。结果当他们发现自己干不过中国电动汽车时，马上把零排放目标吃回去，面不改色，反过来还要指责中国电车产能过剩。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BBC 自称是严肃的独立媒体，可一遇到中国就变成了骂街的泼妇，连治沙都成了罪过，可笑又可悲。中国几代人接力推进沙漠治理，从来不是为了迎合谁的评价，而是基于自身的民生选择和生态选择。我们深知黄沙带来的痛苦，也懂得绿色带来的希望。功在千秋，利在当代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